家好，今天我们想聊的不是一条简单的成绩消息，而是一个这几年越来越明显的现象。有些演员并不总是站在最喧闹的位置，却总能在作品播出后把观众一点点留住。谭松韵就是这样，她不是那种靠持续制造话题来维持存在感的演员，但只要作品上线，大家又总会重新注意到她。尤其是《我的山与海》和逍遥被放在一起讨论之后，这种感觉就更清楚了。我们会发现，它的优势也许从来都不是声量最大，而是不用太吵，也能把戏往上带。这2年大家看剧看得太多了，信息也太密了。一个项目开播前能有多少预热，一个演员能上多少次热搜，这些当然重要，但观众其实越来越清楚一件事，热闹不等于好看，讨论多也不代表能追完。很多戏刚开播时声势很大，可真正看下去的人却没有想象中多。反过来，也有一些作品并不是靠最强的话题开局，却能慢慢把口碑和观看状态稳住。谭松韵身上最特别的一点就在这里，她不是那种必须先把场面炒热，观众才愿意靠近的演员，她更像是那种只要角色和故事成立，观众自然会往里走的人。这样的演员在现在反而越来越难得，因为平台很多，内容很多，观众的耐心却更少了。能让人点开不算最难，能让人继续看才是真的本事。所以《我的山与海》和逍遥被同时提起，真正值得聊的不只是他们各自的表现，而是这2部作品再次让大家意识到，谭松韵这种不靠过度喧哗却能稳定把观众带进戏里的演员，在当下其实非常有价值。谭松韵的吸引力从来不是压过一切，而是让人自然相信角色。很多演员的优势是第一眼就很强，镜头给到，观众马上能感受到气场、攻击性、存在感，这是一种很直接的魅力。但谭松韵并不完全是这一路，她更像是那种看着看着，观众会慢慢接受他，信任他，然后愿意继续跟着角色走下去的演员。他的表演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不急。他不太会一上来就把情绪推满，也不会总是用很外放的方式提醒观众现在这一场戏很重要。他更倾向于顺着人物的状态，把情绪一点点铺开。这样的处理，在某些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他不那么炸，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角色往往更容易被消化，更容易被观众带进日常情绪里。这一点其实很关键。现在观众看戏越来越怕一种表演方式，就是演员本人太强，强到角色都被盖住了。可谭松韵的状态常常刚好相反，她不是拼命抢镜的人，她更像是在帮角色说话。我们看她演戏，通常不会先看到一个很想赢的演员，而是先看到这个人物本身。这种不抢、不顶、不刻意强调自己技巧的感觉，恰恰会让角色更顺。也正因为这样，他会给人一种稳定的信任感。观众知道，他不一定次次都制造最猛烈的话题，但他大概率不会让角色悬空，不会让整部戏失去落点。这个信任感，慢慢就会变成他最牢固的市场价值。说回《我的山与海》，这部作品会进入讨论视线，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并不是表面上的热闹，而是他身上那种比较少见的后劲感。很多戏现在都很急，急着在最短时间里制造冲击，急着把所有看点推到前面，生怕观众滑走。可这种急，有时反而会让作品失去呼吸感。我的山与海给人的感觉不是这样，它更像是一部需要慢慢进入状态的作品。这样的戏其实特别吃主演的质感，因为如果演员不对，观众会很快失去耐心，觉得节奏平，情绪淡，人物不够抓人。但如果演员和作品气质合上了，观众反而会越看越顺，越看越能进入。谭松韵和这类作品的适配度一直都不低，她身上那种亲近感、生活感，还有不端着的状态，很容易让角色显得可接近。观众面对这样的角色不会觉得有距离，尤其是在需要情绪细水长流推进的作品里，她的表演方式是有优势的。
他不靠情绪一把砸下来，而是靠一点点积累，让人物逐渐立起来。所以我的山与海会被大家反复提起，不只是因为他表现不错，而是因为他再一次证明，有些作品真的不必把外部气氛推到最满，只要演员和故事的温度对了，观众自然会慢慢被带进去。这样的剧未必是最吵的，但很容易是最能留人的。如果说我的山与海更能体现谭松韵和作品之间那种温和但有效的匹配感，那么逍遥被放进讨论里，意义又不太一样。它更像是在进一步确认谭松韵的有效，不是某一次偶然碰对了角色，也不是只靠单一类型才成立。现在的观众很现实，大家不会只看一部戏，也不会只根据一个片段就给演员下结论，大家会自然地把几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看他在不同项目里的状态，看他面对不同人物时的表现方式会不会失衡，看他是不是只能演一种熟悉区间里的感觉。也就是说，一个演员真正稳定不稳定，观众是会综合判断的。逍遥被讨论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在很多人眼里，谭松韵已经不是碰巧有一部戏对了的演员，而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看信任。观众看到他的名字，会自动产生一种预期，这个项目至少不会太悬，这个人物至少不会太飘，这部戏大概率能看进去。这个预期对演员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比起一时的话题轰动，更难得的是让观众形成稳定认知。谭松韵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种相对踏实的存在，他不需要每次都用很夸张的方式证明自己，他更像是用一次又一次比较完整的呈现，慢慢把自己的可信度做了起来。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让作品成立，而不是让自己变成唯一焦点。娱乐行业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谁最有话题这件事上，可对一部戏来说，真正珍贵的能力其实不是总让观众盯着演员本人，而是演员能不能把整部作品拖稳。谭松韵比较擅长的就是后一种，他很少给人一种我要抢走这个故事中心的感觉，相反，他更愿意把自己放回角色里，去配合叙事，配合人物关系，配合情绪推进。这样的演员在单个瞬间也许不一定最锋利，但在整部戏里往往更容易让人舒服。观众会发现剧情推进的比较顺，人物关系建立的比较自然，情绪起伏也没那么生硬。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不轰动，可他们恰恰决定了一部剧是不是耐看。这也是为什么谭松韵很适合那种需要持续带入的作品，不是靠一个高光镜头就够，而是要一场一场把人物撑住。他的表演方式里有一种比较难得的节制，他不会为了突出自己，刻意去做太多超出角色需求的东西。这个分寸感其实很考验演员对作品整体的理解。从这个角度看，我的山与海和逍遥被放在一起讨论也很正常，因为大家真正感受到的并不是他某一场戏有多激烈，而是他确实有能力让作品整体的观看感受变得更完整。他不是单纯演得不差，而是能够帮助一部戏真正成立。我的山与海更像一次提醒，有些剧的价值在播出后才会慢慢显出来。现在很多剧一上线，就像在打一场速度战，首播热度、讨论峰值、切片传播、榜单变化全都被放大。可问题是，不少作品也恰恰被这种节奏反过来绑住了。大家太在意它是不是立刻爆开，却忽略了有些剧本来就不是靠第一眼最猛来取胜的。我的山与海给人的感觉更像一部需要通过人物关系、情绪推进和整体氛围去建立粘性的作品。这样的戏在短时间内未必最吵，但很容易在持续观看里让观众慢慢生出依赖感。它的吸引力不一定来自特别强的外部爆点，而是来自一种稳定的进入感。你会发现，这部剧越往后越容易让人愿意停下来，把情绪跟上去。而这种作品最需要的就是演员不能浮。只要演员一浮，观众立刻会觉得故事落不到实处。谭松韵在这方面的优势就很明显，她能让人物看起来是活的，
而不是概念化的。他能把角色身上的情绪放在比较自然的位置，不会一上来就推得很满，也不会让人物显得只有设定没有体温。所以我的山与海之所以让人印象深，不只是因为它被看见了，更因为它提醒大家，有些作品不是拿来瞬间炸开的，而是拿来慢慢留住人的。而这种留人能力一旦建立起来，对整部剧的价值其实非常大。再看逍遥，他让大家更容易意识到另一件事，一个演员有没有价值，不只是看他有没有资源，有没有项目，有没有曝光，而是这些作品真正播出来之后，能不能给观众留下持续观看的动力。很多演员并不缺项目，也不缺宣传，但播出之后，观众的情绪很快就散了。作品上线那几天大家都知道，可过了一阵子，留不下太明确的印象。谭松韵比较不同的地方是他参与的作品常常能让观众保留一种这部剧是能看下去的感受。这个感受听起来不夸张，但其实很实在。逍遥被反复提起，本身就说明他不是单纯蹭到了一阵风，而是让外界继续确认谭松韵这类演员的优势在播出阶段尤其明显。他不是最靠外部冲击力取胜的演员，但他很容易让作品进入稳定状态。平台需要这样的演员，合作方也会看重这样的演员，因为他带来的不是一阵短促的热闹，而是一种更稳的完成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观众对他的评价不会特别浮夸，却很少轻易否认他的有效性。大家未必会说他每一次都惊艳，但会承认他的确常常能把角色演得顺，把作品带得稳。这种评价反而比一时的夸张吹捧更有分量。市场环境已经变了，观众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被外部话题牵着走。大家现在看剧越来越讲究一种真实的感受，这个人能不能让我相信，这段关系能不能让我代入，这个故事能不能让我愿意继续。也正是在这种变化里，谭松韵这种演员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他身上没有太强的攻击性，也没有那种一定要把全部注意力吸到自己身上的表演欲。他给人的感觉是松的，是自然的，是可以让观众放松进入剧情的。很多时候，大家追剧追到最后，真正记住的未必是某个最吵的瞬间，而是那种这部戏我看得很顺的整体印象。谭松韵恰恰很容易贡献这种印象。而我的山与海和逍遥之所以能和他一起被谈论，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他们让这种优势被看得更清楚。不是靠一次强冲击证明自己，而是靠持续的、温和的，但很有效的观看体验，把观众慢慢留下来。这样的演员不一定最张扬，却很可能走得更稳。真正值得说的，不只是谭松韵有没有热度，也不只是我的山与海和逍遥表现如何。更重要的是，这几件事放在一起，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今天的内娱里，真正能长期被观众接受的，未必总是最会制造声量的那一种，反而可能是那些愿意把角色放在前面，把作品放在前面的人。谭松韵的吸引力，也许从来都不是最猛烈的。他不是那种一出场就一定把气氛推到顶点的演员，但他有一种很难